你以为只有胖子和酒鬼才会得脂肪肝吗？大错特错。很多身材苗条、饮食清淡的人，肝脏照样堆满了脂肪。如果你饭后经常出现这4种感觉，你的肝可能已经在悄悄求救。今天这段内容，请你一定耐心听完，因为它能帮你抓住肝脏发出的最早信号，把这个本可以轻松逆转的问题拦截。在癌变之前，你的肝脏是否正在被脂肪占领，线索就藏在每天饭后的2个小时里。这段时间是观察肝脏的黄金窗口，可惜很多人读不懂这些信号，硬是把一个能逆转的健康问题拖成了重症。今天我要像一位健康顾问一样，为你一一拆解脂肪肝饭后的4大求救信号。我会告诉你每种感觉背后的生理意义，它们和普通消化不良的区别，以及最重要的，我们该如何有效应对。在揭示具体信号之前，必须先回答一个关键问题：为什么肝脏的问题总是在饭后才暴露出来？这就像一部机器，待机时看不出毛病，一旦满载运转，故障就原形毕露了。饭后正是肝脏满载运转的时刻，主要有2个核心原因。第一，新陈代谢的高峰冲击。肝脏是身体里最繁忙的化工厂和能量转换站，平时不吃饭，它处理的是身体内部的循环代谢，工作相对平稳。可一旦吃完饭，大量的糖、脂肪和蛋白质就如潮水般涌入，全部送到肝脏来加工。如果肝脏是健康的，它能游刃有余地完成工作，但如果肝细胞里已经堆积了大量多余的脂肪，医学上叫做单纯性脂肪肝，就等于工厂车间里堆满了杂物，机器运转不灵。在饭后这个订单高峰期，它自然会力不从心，引发一系列故障，也就是我们感受到的不适。第二，消化功能的压力测试。肝脏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任务，生产和分泌胆汁。胆汁是我们身体自带的洗洁精，专门用来乳化和分解食物中的脂肪。吃完饭后，尤其是吃了比较油腻的食物，胆囊就会收缩，释放出肝脏预先生产好的胆汁来帮助消化。然而，一个被脂肪浸泡的肝脏，其生产胆汁的能力会显著下降。饭后，当消化系统急需洗洁精时，肝脏却供货不足，这就会直接导致脂肪消化不良，引发腹胀、恶心等一系列连锁反应。因此，饭后这段时间就成了检验肝脏健康状况最直接、最灵敏的压力测试。在了解饭后的重要性之后，我必须要让你真正意识到脂肪肝的潜在危险。它绝不是体检报告上一个无关痛痒的名词，而是很多肝脏重症的前传。它的发展通常遵循一个沉默却致命的4部曲。第一步，单纯性脂肪肝，这时候只是肝脏里的脂肪含量超过了 5% 的标准，你可能完全没有任何感觉，只有体检做腹部 B 超时才会偶然发现，这是逆转的黄金时期，但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阶段。第二步，脂肪性肝炎。脂肪堆积过多过久，就会像食用油放久了会变质一样，对肝细胞产生毒性，引发炎症和坏死。这时肝功能检查抽血可能会发现转氨酶指数升高，身体也可能开始出现我们稍后会详谈的4大求救信号。第三步，肝纤维化、肝硬化。肝脏长期处于发炎状态，身体在修复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疤痕组织，取代健康的肝细胞，这就是肝纤维化。疤痕越来越多，肝脏就会逐渐变硬、缩小、失去弹性，最终发展为肝硬化。到了这一步，肝脏的功能已经严重受损。第四步，肝癌在肝硬化这片贫瘠的基础上，癌细胞非常容易发生癌变。据统计，很大一部分肝癌患者都曾有过肝硬化的病史，其中又有不少是由脂肪肝一步步演变而来的。看懂了这条路，你就会明白为何我们必须在身体第一次发出信号时就拉响警报，采取行动。接下来就是今天内容的重中之重。如果你在饭后反复出现以下4种感觉，并且持续了一段时间，比如1个月以上都没有改善，请一定要警惕。第一个信号，饭后异常疲倦，这是能量调度的失控，它不是普通的饭气攻心，而是一种断电式的疲劳。尤其在吃完米饭、面条等主食或者比较油腻的一餐后，半小时内就会感到一股难以抵抗的困倦感席卷而来，眼皮沉重，
大脑像死机一样无法思考，必须马上睡一觉才能缓过来。这背后是肝脏对血糖的调控失灵。健康的肝脏能高效地将饭后涌入的糖分转化为肝糖原储存起来，维持血糖的稳定。但脂肪肝的处理能力下降，会导致饭后血糖急剧飙升。身体为了应对高血糖，会分泌大量胰岛素，这又可能导致血糖快速下降。这种血糖像云霄飞车一样的剧烈波动，就会直接导致大脑和身体感到极度疲劳。我之前遇到一个患者，60岁的林老师，退休后最大的困扰就是每天吃完午饭就困得不行，必须睡上1个小时，不然整个下午都昏昏沉沉。他总以为是自己年纪大了，体力下降。后来有一次在社区健检，才发现自己有中度脂肪肝。医生告诉他，那种无法控制的困倦就是肝脏在超负荷运转，累到罢工了。第二个信号，饭后顽固腹胀，这是消化液的产能危机。明明没吃多少，甚至吃得很清淡，但饭后总感觉上腹部，特别是偏右侧，像个气球一样胀得难受，肚子摸上去硬邦邦的，排气也不多。这种胀气吃健胃消食片和益生菌效果都不明显，这往往是肝脏生产胆汁的能力下降所致。胆汁是分解脂肪的关键消化液，当肝细胞被脂肪挤占，生产胆汁的车间出了问题，产能自然下降。没有足够的胆汁去乳化脂肪，食物中的油脂就无法被正常消化，长时间停留在肠道里异常发酵，产生大量气体，导致顽固性的腹胀。我的邻居陈太太是个非常勤劳的家庭主妇，饮食一直很清淡，但她长期饭后腹胀，试过各种益生菌健胃消食片，效果都不好。她一直以为是自己肠胃天生就弱，后来儿子带她去体检，医生一按她的右上腹，他就感觉胀痛，做了超音波才发现是脂肪肝。原来他那个气球的根源不在胃，而在肝。第三个信号，饭后恶心厌油，这是油脂处理的排斥反应，胃口变得越来越挑剔，对油腻的食物尤其敏感，可能只是吃了一块红烧肉或者一道比较油的炒菜，饭后就会感到恶心反胃，甚至想吐。这有2个层面的原因，第一，和腹胀一样，是胆汁分泌不足，导致脂肪无法被消化，长时间停留在胃里，引发胃部的排斥反应。第二，肝脏也是人体的解毒中心，功能失调的脂肪肝解毒能力会下降，体内的一些毒素无法被及时清除，这些毒素也可能会刺激胃肠道，加重恶心感。之前有位计程车司机吴大哥来看病，就是因为胃病反复发作。他说自己只要在外面吃便当，或者家里饭菜油稍微多一点，饭后准不舒服，恶心想吐，他自己当成慢性胃炎，治了好几年，胃镜也做了，就是有点浅表性，胃炎吃药也不见好。后来转到肝胆科一查，是典型的脂肪肝。经过一段时间的饮食调理和运动，他的脂肪肝减轻了那个一吃油就恶心的毛病，也跟着好了。第4个信号，饭后右腹闷痛，这是物理空间的紧张信号，这是一个更直接的物理信号。在吃饱饭后，感觉右侧肋骨下方的位置有种沉甸甸的被东西撑着的闷胀感或隐痛，这种感觉通常不剧烈，但很持续。我们的肝脏本身是没有痛觉神经的，这也是为什么早期肝病很难被察觉，但是包裹在肝脏外面有一层叫做肝包膜的薄膜，上面却有丰富的痛觉神经。当肝脏因为堆积了大量脂肪而变得肿大时，这在脂肪性肝炎阶段很常见，就会撑大这层肝包膜，从而产生一种闷痛或胀痛感。饭后全身的血液会大量涌入消化系统，肝脏作为代谢中心会更加充血，这会让本就肿胀的肝脏体积暂时变得更大，对包膜的压力也更大，疼痛感自然就更明显了。听到这里，有些朋友可能心里开始打鼓了，哎呀，这几个症状我好像都有，该怎么办？别慌，好消息是单纯性的脂肪肝在早期是完全可以逆转的，就算已经到了脂肪性肝炎的阶段，积极干预也能有效控制病情，防止它继续恶化。具体怎么做呢？请记住下面这4大法宝，非常简单，但贵在坚持。第一，法宝管住嘴，科学地吃是最好的药。总原则是控制总热量，调整饮食结构，饭吃8分饱，晚餐要吃少，多吃护肝的绿色蔬菜，
新鲜的蔬菜，尤其是十字花科的，如西兰花、白菜、萝卜和深绿叶蔬菜如菠菜、油菜是肝脏的清洁工。优选优质白色蛋白，蛋白质是修复肝细胞的原料，要多吃鱼肉、虾肉、鸡胸肉、豆腐、豆浆、牛奶等，巧吃天然彩色主食，不要顿顿都是白米饭、白馒头，可以用一部分粗粮，如燕麦、糙米、玉米、红薯来代替，坚决避开3类伤肝食物。第一，油炸食品和肥肉，这是脂肪肝的头号敌人。第二，高糖食物，各种含糖饮料、蛋糕、点心吃进去的糖，用不掉就会被肝脏转化成脂肪存起来。第三，酒精，酒精对肝脏是直接的毒药，已有脂肪肝的朋友最好做到滴酒不沾。第二法宝，迈开腿，让脂肪燃烧起来。选择合适的运动，快走、慢跑、游泳、骑自行车、跳广场舞、打太极拳都是非常好的有氧运动，保证足够的时间，建议每周至少运动5次，每次30分钟以上，才能达到有效的燃脂效果。循序渐进，量力而行。如果您平时不怎么运动，可以从每天散步15分钟开始，慢慢增加时间和强度，运动到身体微微出汗，心跳稍微加快的程度就可以了，千万不要逞强。第三法宝，睡好觉，给肝脏充足的修复时间，遵循肝脏生物钟。中医常说卧则血归于肝，晚上11点到凌晨3点是肝脏排毒和自我修复的黄金时间，保证睡眠质量，尽量在晚上11点前入睡，每天睡够7到8小时，是对肝脏最好的呵护。天天熬夜，肝脏得不到休息功能，自然会下降。第四法宝，勤体检，定期视察肝脏健康，有2个必查项目。对于中老年人来说，每年1次的常规体检非常重要。体检时一定要记得加上这2个项目：肝功能检查抽血和腹部。B 超提高检查频率，如果您有肥胖、糖尿病、高血脂或者长期饮酒史，更应该把检查频率提高到每半年1次，早发现早干预，效果天差地别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跟大家聊了这么多，我们最后来总结一下。第一，脂肪肝绝不是小事，它会发展成肝硬化、肝癌，必须重视。第二，我们的肝脏不舒服，会通过饭后4种感觉来给我们报警：异常疲倦、顽固腹胀、恶心厌油和右腹闷痛。一旦这些信号频繁出现，一定要及时去医院检查。第三，对付脂肪肝，我们有4大法宝：管住嘴、迈开腿、睡好觉、勤体检。最后还有3点，想特别提醒我们的中老年朋友们：一，不要把所有不舒服都归结为老了，身体的任何信号都是有原因的，千万别因为麻痹大意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。二，不要乱吃保健品和药物，吃任何保健品前一定要咨询医生，别为了保肝反而吃了伤肝的东西。三，保持一个好心情，中医讲怒伤肝，经常生气、抑郁也会影响肝脏的健康。您的健康是自己最大的财富，也是儿女们最大的福气。从今天起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，好好吃饭，好好运动，好好睡觉，用心呵护我们这个辛劳了一辈子的小心肝。希望今天的分享对大家有帮助。如果您觉得有用，别忘了点个赞，分享给您身边有需要的朋友们。我们下期再见。